蓝忘机心下微妙，面色有些羞褐，他已经在想要不要直接把魏无羡带回家，自家母亲最喜欢拿一些糗事来逗他。蓝忘机陪着去这件事被蓝夫人决定了，蓝夫人可是巴不得两人感情升温。吃完饭后，蓝夫人本来还要拉着魏无羡给他讲蓝忘机小时候的事情。蓝忘机提着一袋桃子拉住魏无羡的手，对着蓝夫人道：“妈，我还要忙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哎，你不是说你不忙吗？好的，我闭嘴。好你个蓝忘机，一出家门就对我冷脸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回到了家，见天色还早，魏无羡就打算自己洗车。蓝忘机看到魏无羡在洗车，就想上前帮忙，他还谨记着母亲说的，要照顾他，顺着他，帮他，这算是帮他吧。他拿着海绵就对着魏无羡的红色跑车走去。魏无羡拿着别的工具出来，就看到这惊恐的一幕。蓝忘机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放下！你别碰我的跑车！我的跑车！我的跑车！蓝忘机堪堪停住手。魏无羡重重地喘了一口气，谢谢啊，但是我自己来就行了，这不能直接擦，你歇着吧，你刚刚不是说忙吗？去吧，乖。魏无羡心惊肉跳，他要是知道蓝忘机的手劲，怕是会吓晕过去。蓝忘机走到一旁，他放下心来好好洗车，提着个小桶，还戴着手套，拿着海绵就准备开始，喷一点喷雾就擦一下，宝贝的跟什么一样。蓝忘机在一旁居然看得有一些不是滋味。魏无羡洗了一半才想起旁边还有一个人，尴尬一笑，跟蓝忘机解释，你看，洗车不能戴手套，指甲划伤了这层漆就不行了，还有不能这么干洗，谁也是洗不干净的。可是就算这样，也不用喷那么多喷雾吧。这句话在蓝忘机心里转了好几圈都没有说出口。魏无羡还在笑，一看表情就知道美滋滋的，有一些泡沫洒在他头上和脸上。他的眼睛在黑夜里发着光，那种看着喜欢的事物才会发出的光。如果被这样发着光的眼睛注视，一定会很幸福吧。蓝忘机怔愣地看着他的笑容，想着。魏无羡收拾行李要去比赛了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多了一个蓝忘机，带上家属属性当然是不同的。车队的人都知道，年纪轻轻的顶级赛车手魏无羡已经结婚了，但一直都不知道是谁。他们感叹是谁这么倒霉，嫁给了一个天天巴不得待在车队的老公。魏无羡其人，有比赛必参加，从不休假，一觉必到，俨然把车当成老婆的人士。所以魏闻蓝忘机其人，队友们就开始心疼起来。到底是哪个可怜的倒霉孩子？除了一个在过年前夕想跟魏无羡讨一个拥抱的人。他从知道魏无羡要带着家属来的时候就提不起心情，本以为魏无羡只是把家里的那位当成摆设，没想到居然会带到赛场来。难道说回家的这几天魏无羡就被勾住了？这股情绪在他见到魏无羡的伴侣是个男人的时候到达顶峰，他们都以为魏无羡娶的是貌美的富家小姐，谁知道是个冷面的帅哥。男人觉得自己更有机会了。作为队友，和魏无羡认识和相处的时间都比蓝忘机长，既然魏无羡可以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那他必定也有机会。第一件事就是让蓝忘机知难而退。可惜了，魏无羡这个粗神经是不可能理解他什么毛病。一排人看到魏无羡的车进场的时候就吹起了口哨，正想目睹嫂子真容，就见到副驾驶一位帅哥下了车。这谁？家属在哪？不是，魏哥，你家属呢？这呢？魏无羡拆下墨镜，朝蓝忘机的方向努努嘴瞎吗？我草啊！我他妈目瞪狗呆。蓝忘机淡定点头，宣示主权。魏无羡看了一眼蓝忘机，再犹豫照着蓝妈妈的话，把蓝忘机丢在一旁，还是带上蓝忘机去训练室换衣服。蓝忘机对上他的目光，瞬间走前2步跟在他的身边。魏无羡也没说话，挑了挑眉就打算上楼。一直没出声的男人开口叫住了魏无羡。魏无羡和蓝忘机2个人同时转过身。魏无羡有些许的诧异，男人的手里居然拿着一枝花，赛车场不应该带着花，应该带着戒指或者吻。见男人没继续下文，魏无羡刚想转过身，男人就把花递到他的眼前。魏无羡一顿，皱了皱眉，开口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。”拒绝之意十分明显。
男人却没有收回手的念头。赛车场好玩吗？蓝忘机突然开了口。魏无羡有些诧异地转过身，突然一笑，走吧，带你见见世面。说完就推搡着蓝忘机上楼。蓝忘机难得的没反抗，不是反抗，是一点挣扎都没有。魏无羡进去换衣服，蓝忘机就站在2楼看着楼下的赛车训练场。他在电视上也看过这样的赛车场，蜿蜒曲折，看着都很危险。他甚至还和楼下拿着花的男人对视了一眼，训练室极高，距离太远看不真切。男人爱这样的极限运动很正常，但魏无羡实在是爱过头了。他说要带自己去爽2圈，爽不爽不知道，蓝忘机可是给自己做了无数的心理准备。好在魏无羡今天打算做人考虑蓝忘机的感受，这2圈他只用了他平时速度的2/3。怎么样，爽不爽？魏无羡迎着风大声喊。训练场他开过上千次，比赛期间他的人不是在酒店房间就是在赛道上，巴不得开到人生的最后1秒钟，最后1秒都要拥抱风。蓝忘机抓着把手，身体随着车身动摇，他看着魏无羡不停地打着反向盘，膝盖一次次地擦着车门，皱起了眉。魏无羡换衣服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更衣室有护膝，他本来以为他换上了。魏无羡站着的时候他看不出来，现在他坐在车里，他才发现这人压根没带护膝，完全不怕疼地擦着侧壁漂移。有人不怕疼，有人看着心疼。但蓝忘机没开口。爽完2圈，魏无羡直接开着回了他的小房子。鉴于他没结婚之前和比赛期间一直住在赛场，他的教练就分了一间小小的房间给他。房间是真的小，小到只能睡下2个人。蓝忘机只能和魏无羡挨着睡。魏无羡擦着头发，穿着短裤出来。蓝忘机拿着好不容易搜出来的1点药酒递到他面前。干嘛？擦药。蓝忘机看了他的淤青的膝盖一眼。现在擦，药为你受的了。魏无羡无所谓的转移开话题。蓝忘机知道这人就是不想擦，直接蹲下来倒在魏无羡的腿上，心一狠眼一闭，大手直接按上魏无羡的膝盖，揉捏起来。啊，疼疼疼，你停下来，你疯了。你是不是嫉妒我的膝盖骨？我靠，这太疼了。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？你下死手干嘛？魏无羡疼得直抽抽。蓝忘机无措地放开手，他立马倒床不起，打算魂归大地。我没事。打住。魏无羡缓过神来，猛地又坐了起来。想到自己的身份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好好体恤蓝忘机，毕竟蓝忘机都这么担心他了，他不能让人家没面子。腿一伸，眼一睁，真男人，不怕死，你动手吧，我不喊了。这次蓝忘机没再闭眼，由着2截小腿在眼前晃荡，他集中注意在魏无羡的伤处，一点一点的给他揉散淤青。明天记得带护具。魏无羡见蓝忘机难得这么认真，没有反驳。但其实带着护具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，明天他可以带，赛场是他熟悉的。但后天呢？后天不行，后天是新的赛场，迄今为止没有人去比过赛，连赛道都没有透露过，他没有底。